当总裁妻子看到我撕掉所有证件，准备和他家庞大的集团彻底对抗时，他才终于意识到我这个丈夫他已经掌控不住了。可当他看到我递给他的离婚协议时，却傻眼了，上面写着我要净身出户，甚至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。我们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我也不想再维持了。签了字对你我都好，你和你妈都希望江景然做女婿，我正好腾出地方。说完我就离开了这个名为家的牢笼。本以为女人会明事理签下离婚协议，但没想到她竟然再次把它撕得粉碎。我自幼就被苏家当作女婿培养。20岁时我与苏清婉结婚，22岁和苏清婉生了儿子顾念晨。儿子与苏清婉很像，总是沉默寡言，从不主动与我亲近。昨晚他第一次主动找我说话。爸爸，江叔叔生病快死了，他的愿望是和妈妈结婚，你和妈妈离婚好不好？这一刻我彻底对这对母子失去了期待。那就离吧。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主动把离婚协议递给苏清婉。儿子的话，我思考了一夜。既然他那么喜欢江景然，同时我也会放弃儿子的抚养权，净身出户。原本属于夫妻的财产，你就放到儿子名下，算是我给他的抚养费。苏清婉放下咖啡，抬头。你刚刚在跟我说话吗？我看着他耳朵上的蓝牙耳机，明白我刚刚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心底涌上一股强烈的无力感。每次和他说话，我得到的永远是这种无视。我直接把离婚协议翻到最后一页递给他，签字吧。耽搁不了你几分钟。苏清婉皱眉扫了我一眼，正要翻开看，儿子跑了过来。妈妈，你等会儿是不是要和江叔叔去打台球？我也要去。眼见苏清婉起身，我一把按住她的手腕。先签字。苏清婉终于扭头看向我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强硬的一面。一旁的儿子还在催促。妈妈快走，要是让江叔叔等久了，他又生气罚你亲他了。那我去成全你。下一秒苏清婉看都没看内容，便提笔签了。母子俩很快走远，我没再看他们。握着笔在他签名的旁边写下自己的名字。这辈子我和苏清婉的名字并排出现，第一次是在结婚证上，第二次就是这了。签好字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，合上离婚协议，将它寄给了早已联系好的律师。随后我上楼收拾东西，衣柜里满满一柜子的衣服，竟没有一件是我喜欢的。没有知道16岁之前的我最喜欢张扬大笑，我喜欢蹦极，喜欢飙车。可自从和苏清婉结婚以后，我被教会了规矩，必须谦逊温柔，因为苏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合格的顾先生。可就算我这样，反而只得到了苏清婉朋友的嘲讽，他们说我是一个假人，认为江景然和苏清婉更配。想到这些，再看着眼前这些属于顾先生的衣服，我忽然升腾难言的恶心。我忍不住冲进洗手间哭了，缓了好一会我才抬起脸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忽然觉得离婚真是太正确了。我不想继续活在这个牢笼里，我想冲出牢笼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于是我打电话让兄弟接自己离开。苏家不是我的家，而顾家在我和苏清婉结婚后就对我不闻不问，也不是我的家了。兄弟很快满脸疑惑的到了门外。你怎么有空约我？今天是你生日，1周前不是说要和你老婆儿子一起过？我愣住了，掏出手机翻开聊天记录，才发现自己1周前确实订了生日餐厅，甚至还给苏清婉发了约会消息。可直到现在，他都没有回复我。以前也许会失落，但现在我已经麻木了。想着我上了车，和兄弟一起来到生日餐厅。可我们进餐厅报出生日预约号，餐厅经理却尴尬给我们退款。先生，今天餐厅被苏总包场了，他和小少爷给顾先生过生日，您之前的预约定金我们会双倍赔偿，不用退款了。站在你面前这位就是。可我们走向大厅正中央，不远处却传来一家3口的愉悦笑声。只见苏清婉带着顾念晨，正在为江景然送上生日祝福。祝你平安顺遂，祝愿江叔叔愿望成真，和妈妈结婚做我的爸爸。我看着送上生日祝福后幸福落座的3人，看着苏清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江景然，也看着儿子顾念晨体贴的给江景然拉座椅，帮忙倒茶整理衣服。结婚5年，苏清婉连我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，更别说送祝福了。而我的孩子也从来没给我倒一杯水。兄弟看不下去，要冲上去帮我讨公道，但是我拉住了他。没必要，我已经和苏清婉签了离婚协议。兄弟当即把我带到了他的家，我没哭，他却哭着抱着我。苏清婉是贼女人，顾念晨是白眼狼。你冷静点。宋顾念晨是白眼狼，这5年你24小时围着他们母子转，没工作没社交。我好不容易约你出来玩，苏清婉一个电话，你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回家给他备醒酒汤。你儿子断奶期哭呢，熬夜轰了一碗又一碗，呕心沥血去换来背叛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难受。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听着兄弟的叙乐，我仰头喝了一口啤酒，靠在沙发上。我现在哭不出来，但我曾经哭过很多次，被苏母逼着学规矩。向苏清婉倾诉被他无视的时候，雪夜等苏清婉12点，他不回来。我也曾天真的期待。顾念晨半夜发烧，给苏清婉打电话却被挂断的时候，我也曾天真的期待夫妻恩爱父慈子孝，但他们却从来看不到我。5年了，我早该清醒了。宿醉后我昏沉睡了过去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忽然接到了苏清婉打来的电话，她似乎刚起床，声音沙哑。我周一冠带的项链放在哪里？在衣帽间第1个抽屉里。好，配套的耳环呢？在项链下面的抽屉。
一问一答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和他马上要离婚了，以后再也不需要做这些了。想着我好意提醒，你让保姆给你重新收拾衣帽间吧，以后找什么可以问他们。我们马上要离婚了，你再打电话问我找东西不太合适。说完，我听到苏清婉淡淡嗯了一声，电话那端还传来拉抽屉的声音。我以为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，正打算挂断电话，却又听见苏清婉吩咐：这几天中午你炖好海鲜粥，送去苏氏的总裁办。说完便挂了电话。看来我那些关于离婚的话，他又没有听进去一个字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气得手指尖都在颤抖，顺手就把苏清婉拉黑了。想了想，又把顾念晨幼儿园老师的电话也拉黑了，但是忘记了拉黑苏母。所以在我睡够了，起床出门准备去吃中餐的时候，被他拦上了车。他冲着我的脸甩出了一沓照片，照片上全是苏清婉和江景林的亲密照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从你16岁开始，我就手把手培养你。10年过去了，你怎么都还能留不住妻子的心？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哼！我当初就不该嫌弃江景然是私生子。照片锋利的角把我的脖子划出了伤痕。被苏家选做未来的女婿时，周围朋友不少人美目我好命，可代价却是我从16岁开始就没了自由。活着就是为了成为顾先生，我被压得喘不过气。高3那年故意叛逆早恋，闹到了苏清婉面前，以为她会退婚，可她什么都没说。我虽然只和苏清婉结婚5年，可我已经被摆布10年，我受够了。我和苏清婉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我们要抚养权净身出户，您不满意我可以找更合适的女婿。说完我就开车门下车。苏母愣了1秒，随后立马气急败坏，扣住我的手腕。顾言慈，你敢！苏母涂得鲜红的锐利指甲扣入我的皮肉，针扎一样痛。我却笑了，我没什么不敢的，成为苏家女婿从来不是我的荣耀。我拉上自己的衣袖，第一次向外人展示手腕上道道陈旧的伤痕。苏母看见扭曲如无的疤痕，惊得松了手。我一点都不想做顾先生。你知道这10年我每次做梦都在梦里喊什么吗？我在喊啊！有谁能救救我？但我现在明白，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，只有我自由的做我自己，我才能活。我平静说完才开车门下车。这一次苏母没再阻挠我，但心里的忧闷却压不下去，我必须要发泄一下。于是我开出了尘封的大红色超跑，踩下油门出门。可苏清婉大概克我闯出十字路口，迎面就撞上一辆迈巴赫，车牌5个8是苏清婉的车。对面车上很快下来了人，是苏清婉的助理。助理看见我后愣了一下。顾先生，我不意外他的诧异。结婚5年，苏清婉身边的人早就对我有了刻板印象，这样的人却飙车，难免让人觉得奇怪。我没解释什么，直接递上一张名。说需要的赔偿。说完我戴上墨镜，踩下油门离开。助理很快回到迈巴赫，告诉苏清婉，苏总，对面开车的是先生。苏清婉捏了捏眉心，只冷淡判断，走吧。好像对面开车的人是她老公还是陌生人，对她来说都一样。助理识趣没再多问，但没想到3个小时后，夫妻俩又相遇了。这时苏清婉跟合作商签地皮开发协议，来到城郊赛车场，这里正举办赛车比赛。一辆红色跑车以绝对拉扯荷尔蒙的姿态夺得第一。赛车手下车，身穿暗红色紧身赛车服，身姿修长，惹眼的让人难以移开视线。就连苏清婉也明显的露出了惊艳和赞赏。直到赛车手摘掉头盔露出脸，助理连连惊叹：顾先生玩赛车竟然这么厉害！苏清婉没搭腔，只是看见周围女人落在那抹高大身影上的狂热眼神，微拧着眉。而我察觉苏清婉视线时，并没有仰头和她打招呼。这些年，除了上流宴会那种高格调场合，我们相遇，她通常当作不认识我。所以，当外地赛车举办商给我和苏清婉做介绍时，我也装作不认识。苏总久仰大名。苏清婉依旧面无表情，气氛一时尴尬。直到江景然的话传来：嗨，大家好，苏清婉，忙完没有？忙完我们回公司吃饭吧。我扭头就看见江景然从迈巴赫上下来，走过来，旁若无人搂着苏清婉的腰。江景然大概没觉得我配做他的情敌，还冲我笑了笑。他们走远后，有人还感叹：苏总出来工作还带着江先生，他们感情真好。苏清婉的助理还没离开，听了这话就一脸古怪看着我。我猜他或许在心里想：怎么会有这么无能的男人吧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也离开了赛车场，又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律师，大概什么时候能拿到离婚证？需要等7天。还有7天啊？没关系，我都熬了10年了，7天还是等得起。可没想到我刚平复心情没多久，就收到了苏清婉助理的电话。海鲜粥什么时候送来？还有念陈少爷的老师说您的电话打不通，小少爷的手工作业没送过去。您看您方便送过去吗？我想起顾念晨叫我和他妈离婚前，我正对着手机视频，一针一线给他做手工作业。我离家之前，那个手工作业只做到一半。我望着天空上自由自在的云，平静说：告诉苏清婉，肉海鲜粥没有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再送。还有顾念晨的事，我不会再管。
也别再来找我了。说完，我把助理的电话也拉黑了。另一边，苏氏集团助理拿着手机，满脸尴尬。总裁，顾先生挂了我电话，我再打过去就打不通了，他好像把我拉黑了，要不然您试一试。苏清婉难得拿出手机，翻到备注为丈夫的头像，发去一条消息：你闹什么？下一秒，对话框跳出一条红色删除提醒，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，你还不是他的朋友，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，对方验证后才能聊天。助理看见苏清婉手机页面的聊天记录，最早的消息已经是1周前。没想到先生生日和景然先生是同一天，那昨天也是先生生日。总裁，您没送生日礼物吗？没注意。助理不意外这个回答，毕竟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一大片，也没见苏清婉回一句，却听苏清婉吩咐：补个生日礼物给他，东西你看着安排好的。好的，总裁。助理话落，还没等他拿出手机选礼物，就看见苏清婉已经看起文件。他叹了一口气，静静出了办公室，去快速挑选礼物。傍晚我就收到了苏清婉助理送来的生日礼物。先生，这是苏总给您补的生日礼物。虽然还挺苗裔，但我拒收了。我都不知道苏清婉想表达什么，生日都过了，还要什么礼物？更何况我这10年来的生日愿望只有一个：自由。苏清婉和我离婚，也算阴差阳错满足我了。我以为等待离婚证的这7天，两人不会再有交集。但送礼物的助理走了之后，我又收到了苏母的消息：顾燕慈，我不会管你和清婉离婚，但在你们离婚之前，我的孙子不能受到任何影响。顾念晨怎么可能会受影响？还是他主动要我和他妈离婚呢？我还没回复，苏母的短信接二连三跳了出来。要是不想离婚受到影响，这个周末你必须照常来老宅陪我孙子。苏清婉不喜欢人多，结婚后我跟她搬出苏家老宅，住进了婚房别墅。她生下顾念晨之后，我们每个周末都固定带孩子去老宅。今天正好是周五，往常这天都是我去幼儿园接顾念晨回老宅。苏清婉忙得很，不到10点通常不回家。这次我直接回了老宅，没想到我到的时候，苏清婉也已经回家了。我直接无视她走向2楼，苏清婉却挡住了我，还莫名问：生日礼物喜欢吗？我疑惑望着他，他难道不知道我拒收了礼物？不过这也不奇怪，他拿我当空气，哪会记得我有没有收礼物？我不想和他说话，只敷衍点了下头。可没想到，接着就听他判断：念晨正给景然雕刻一张平安牌，你上楼帮他完成。怎么？收那份生日礼物还有这附加条件？随后故意撞开苏清婉，一言不发上楼。苏清婉皱眉，却并没有说什么。我抵达2楼，顾念晨正坐在书桌前，握着刻刀，认真十足雕刻。我走过去，才看见他的面前已经放着一块雕刻好的平安牌，他正一步一复刻。大概是我的脚步声吵到了顾念晨，他抬起头来看我，但下一秒，他却飞快抓过桌上已经雕刻好的平安牌。爸爸，这块平安牌是妈妈雕给江叔叔的，你不能偷！我的心口一痛，曾经宝贝的比命还重要的孩子，把我当贼看，挺着顾念晨和苏清婉几乎一模一样的脸。我忽然有些忍不住憋闷。你不用这么防着我，我从没想要别人的东西，而且我和你妈马上就离婚了，很快你的江叔叔就是你的新爸爸了。顾言慈，你对着孩子这么乱说话，还是个合格的父亲吗？这大概是苏清婉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我转过身，迎着苏清婉淡漠的脸轻轻笑了。是啊，我不合，那你重新给他找个合格的父亲。说完，我抬脚走向门口时，顾燕慈、苏清婉走上来，握住我的手，低沉的噪音暗含警告。可这时顾念晨的电话手表响了，他欢快催促：“妈妈，是江叔叔来视频电话了。”下一秒，苏清婉松开了我，我看着他走过去接了电话，刚刚冰寒的脸也换上了笑容。我忽然觉得没意思透了，一言不发回了客我，关门上锁。屋子很冷，明明6月的天，我却觉得好像躺在了棺材里，被埋在了阴凉的地下。可此时却有一种熟悉的安宁。从给苏清婉递上离婚协议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打算。这晚的梦很乱，但第2天我的生物钟还是在早上5点叫醒了我。以前这个时候，我得起床给苏清婉母子准备早餐。我揉了揉眉心，想到苏母的威胁，还是起床下了楼。可下楼我才知道，苏清婉跟顾念晨早早出了门，说是和江景然约了看日出。我觉得挺可笑的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顾念晨根本不需要我这个爸爸，苏母却偏偏要我回老宅。熬完这个周末，兄弟立马约我去学校看美女，说要陪我疏散郁气。18岁的女孩很会哄人，甜甜叫着哥哥，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。在艺校玩了几天，我的心情的确好了很多，兄弟都舍不得离开。怎么样，带你见识了一下妹妹的，好，是不是觉得苏清婉那个老女人没什么好爱的了？不爱了。兄弟见我越说越起劲，这才对嘛！啊，要我说啊，你早就该离婚了。谁不比冷漠无情的苏清婉会疼人？你就挑个乖巧听话的妹妹谈恋爱结婚，
那可不得美滋滋。我正笑着要附和，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咳嗽声，扭头就看见苏清婉和助理站在不远处。我当作没看见他，拉着兄弟要走。我以为苏清婉也不会在意这个插曲，可没想到女人却上前拉住了我。有个聚会需要你出席，跟我走。说完，他不容我拒绝，直接把我拉上了车。上了车，我人都有些懵。印象中，苏清婉一直是拿我当空气，对我没有情绪，也没有看法。她此刻的强势，只在从前晚上的我卧室里见过。我刚一回神，又听她突然发话：“燕慈，我们这样的家庭合适最重要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才明白她是在反驳我和兄弟的话。我气笑了，哼，所以爱不重要，疼不疼人不重要，可你的合适是我的委曲求全，凭什么？苏清婉挺着我好几秒，却没说话。我也不想再费心思去猜她的情绪。到了聚会会所，我才知道这次只是苏清婉朋友之间的小聚。她以前从来没带我出席这种场合。我其实不太喜欢她的这些朋友，毕竟他们看不起我，一直说我是个假人，所以我全程没有笑脸，只是跟着喝了点酒。后来有些醉，我就起身去了洗手间。我走后，就有人迫不及待问我：“你老公今天不但没笑，竟然还给你摆脸色了？”是啊，外面都传你们要离婚了。谁说我要离婚？我既然结了婚，我的丈夫这辈子只能是顾言辞。朋友有些惊讶：“你认真的？”苏清婉扫了对方一眼，没说话。朋友一脸古怪，半晌才悠出几句话：“之前跟你合作 AI 智能开发的江总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对老公爱答不理，公司也不让他去，没人知道他是她丈夫。听说他到现在都还没追回人。你要是打算和顾燕慈过一辈子，那姐妹就劝你对他多关心点，要不然小心你老公和她老公一样。”苏清婉摇晃着酒杯的手一顿，却冷淡又笃定说：“他不会。”与此同时，洗手间内，我恰好收到了离婚律师的短信：“顾燕慈先生，您和苏清婉小姐的离婚证已经委托办理完毕，随时可来律师所取走。”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我迫不及待打车到了律师所，翻开离婚证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从此刻起，我终于可以远离地狱般的苏家了。出了律所，兄弟说为了庆祝我的自由，首先去吃一顿我从前绝不能吃的晚餐，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夜市的大排档，奶茶、烧烤、冰激凌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闻着缭绕的饭菜肉香，我终于感受到活着的意义。这一晚我们撸串喝啤酒，大声放肆的笑，最后我笑出了眼泪。那压在我身上10年的桎梏终于消融了，或许是压抑了太久，将儿子顾念晨从黑名单里拿出，然后拨了过去。电话一接通，我就红着眼说：“顾念晨，我告诉你，纵然你不喜欢我，但我也是你的亲生父亲。生病发烧，日日夜夜照顾你的人是我，每天辅导你作业的人还是我。从你为了江景然一个外人骂我恶毒开始，我就不再是你爸爸，你也别再喊我爸爸，你不配。”苏清婉冰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：“顾言辞，你在说些什么？”我愣了愣，随即反应过来孩子可能跟他在一起，我当即冷嘲：“苏总，你有时间教导我，不如好好管管你儿子。你知道吗？你儿子叫我跟你离婚好，给江景然让位。可笑的是，我如你们所有人的愿。”说完，我就再次把顾念晨拉进黑名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订了出国的机票。我很清楚，我咋天确实有些过激，再加上离婚的事一旦传开，苏家一定不会放过我，说不定他们还会压着我跪着求苏清婉复婚，也说不准他们会把威胁我和别的豪门千金结婚。我要逃离京市，也不会再回来了。告别兄弟，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就出了门，没想到到了门口，却看到不远处停着的迈巴赫。苏清婉带着顾念晨下车朝我走来。顾念晨，给你爸爸道歉。顾念晨绷着一张惨白的小脸，擦紧衣服朝我鞠躬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骂你，也不该说要你和妈妈离婚的话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”不用道歉，该发泄的我已经发泄完，也没什么在意的了。但没想到我话落之后，苏清婉竟然开口说：“抱歉，没教好念晨，我也有责任。”啊！我没想到竟听到苏清婉主动道歉的一天，但是造成的伤害，可以用一句对不起就能原谅吗？当我想起了包里本来准备去机场快递给苏清婉的东西，于是直接说：“苏清婉，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，那就送我去机场吧。最近苏家没有京市外的应酬，你要飞去哪儿？我就不能有自己的事吗？”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清婉第一次展露出了疑惑的神情，但我可没管。当初是他把我带入苏家的牢笼，如今他就该送我离开，亲手彻底斩断两人最后的关系。一路无话到机场，我下车离开之前，送给了苏清婉的一个精美的盒子，最后的礼物。苏清婉愣了一下，虽然疑惑什么叫最后，但还是抬手接过，谢谢。顾念晨忍不住仰着小脸问：“爸爸，我的呢？”你的也在里面，毕竟这是一份对他们母子来说都是礼物的好东西，他们该欢喜的。这份礼物记得1个小时之后再打开。那时飞机应该起飞了，苏清婉难得冲我露出好脸色。早点回来。
我笑笑没有接话，转身离开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我要去追寻我的自由。苏清婉一直望着走进机场那道孤独的背影，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有股不安。她握着盒子就想直接打开，顾念晨却拦架。妈妈，我们答应了爸爸，要1个小时后才能打开，我们要说话算话。接下来1个小时，苏清婉握着文件，却一页都没看进去，说不清是第几次去看礼物盒。终于时间到了，顾念晨抢着打开礼物。妈妈，爸爸到底送了我们什么？这么神秘。唯当一下盖子被掀开，苏清婉扭头恰好看清，里面只静静躺着一本离婚证。顾念晨虽然只有3岁，但也早就开始了启蒙教育。他看着盒子里的离婚证，小嘴嘟囔了半天。妈妈，离婚证是什么？爸爸不是说送给我们礼物吗？这个小本子就是礼物。苏清婉脑海中玉明一片，她一把扔下文件，从顾念晨手里拿过盒子，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，她的手抖得不成样子。胖银的小红本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，就像家里一直存在却又被刻意忽视了的某个身影。不知怎地，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大的恐慌。她总觉得这本离婚证一旦打开，有什么东西就彻底回不去了。深呼吸几次才翻开小红本，看到她和顾燕慈名字的瞬间，瞳孔陡然放大。她啪的一声合上离婚证，刚想给顾燕慈打电话，却想到我此时可能在飞机上，心头升起烦躁。她压抑着想去当面质问我的愤怒，打电话给助理，查一下顾先生的行踪，看看他今天的飞机是要去哪儿。好的。然后立刻把人给我带回来。另外查一下我和他的离婚证是谁办的。没有离婚协议，没有法院起诉，为什么能离婚？他语气中带着自己不曾察觉的惊慌和恼怒。对面的助理战战兢兢，他从进公司开始就一直跟在苏清婉身边，哪里见过情绪如此鲜明的他？离婚？难不成是因为那个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顾先生？助理摇摇头，只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他没有表现出来，只应了一声就去干活了。苏清婉叉着腰在偌大的书房里来回走，心头那股不安却愈演愈烈。终于他还是拿出手机，对着早已将他拉黑的我发去验证消息。离婚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个成年人了，为什么要搞这种恶作剧？落地回我消息，我和念晨都很担心你。停顿许久，他指尖敲击着屏幕，再次输入。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，没必要做这种事。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，不是小孩子。所有的消息都石沉大海。苏清婉跌坐在老板椅上，疲惫地捏着眉心。一旁一直安静玩积木的顾念晨却扬起小脸，一脸天真地问：妈妈，爸爸，这个礼物是不是要和你离婚的意思？听见这话，他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，不上不下。当初朋友的话就在耳边回响，许久他才喃喃开口：顾燕慈，你对我也是心灰意冷了吗？等待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。苏清婉不知道自己抬手看了多少次表，发了多少条消息，可一点回音都没有。她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委屈。明明那么合适，5年来也一直相处得很好，怎么会突然和自己离婚？又一声不响的离开呢？恰在此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他毫不犹豫按下接通，连来电提示都没看。顾燕慈，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？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为什么不回我？对面的人静了几秒才开口：苏总，是我。苏清婉看了眼手机屏幕，只觉得身体里刚恢复了，那点气力再次消了。她捏着眉心，声音低沉：抱歉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信任了顾先生的消息了吗？助理啄片刻，咽了咽口水。是这样的，苏总，我们查到先生今天购买一趟飞往国外的航班，但落地之后的转机信息助理声音越来越小，了。苏清婉脸上也是一片阴郁。许久，她沙哑出声：那离婚证是怎么回事？查清楚了吗？对面的助理点点头。离婚协议书是您亲手签的字，鉴定部门和法务都已经核对过字迹和内容了，没有问题。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战胜了理智，苏清婉声音森冷：什么叫没有问题？顾先生在离婚协议中没有分割您的任何财产，几乎等同于净身出户。你们夫妻名下的共同财产属于先生的资产和股份，全部分配给了念晨少爷，说是作为先生应当支付给念晨少爷的抚养费。他没要您的财产，也不要念陈少爷的抚养权。电话那头的助理汗流浃背，抬手擦着额头，毕竟也是跟苏清婉见过世面的，豪门秘辛也知道不少，就没见过哪家离婚离得这么干脆利落的。旁人离婚，恨不得从对方身上扒下一层皮。顾先生可好，自己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不在乎，还是太无能。助理思索间，苏清婉挂断了电话，她攥着手机，久久不能回神。不明白，对他来说，明明过得好好的婚姻，怎么就突然破裂了？
沉默许久，他呼出一口浊气，不知道是问自己还是问空气。顾燕慈，你究竟有什么不满的？正想着，书房的门被推开一条小缝，顾念晨探头探脑，迈着一双小短腿挤了进来。他一把抱住苏清婉的腿，扬起的眼睛里满是希冀。妈妈，我问江叔叔了，爸爸给我们离婚证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有新爸爸了。妈妈，你快点嫁给江叔叔吧，我要江叔叔做我的新爸爸。以前听到这些话，苏清婉只当是童言无忌，可如今听来却觉得格外刺耳。难道顾燕慈真的是因为儿子的这些话才要跟他离婚的吗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皱起眉头训斥：你才3岁，懂什么？这些话以后不许再说了你。爸爸只有一个，没有什么新爸爸。顾念晨被他凶得一愣，小嘴一憋哇的一声哭了。我要新爸爸，我就要江叔叔做我的新爸爸，我不要旧爸爸，他整天像个保姆一样，一点也不好。苏清婉怒火中烧，这些话是谁叫你说的？他早该想到，顾念晨不过是一个3岁的孩子。要是没有人在他耳边传输这些信息，他又怎么会知道离婚的事？又怎么能说出爸爸是男保姆这种话？顾念晨就像受不了了一样，直接冲出门。我讨厌妈妈，妈妈不给我换新爸爸，我就不回来。苏清婉心烦意乱，本想拉住他，可电话铃声却再次响起，是江景然打来的。迟疑2秒，苏清婉在拉住顾念晨和接听电话之间，率先选择了后者。电话接通，江景然的声音立马传了出来：清婉，我听念晨说你和顾燕慈离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是小孩子不懂事，胡说的吧？苏清婉呼出一口气，这件事有误会，我不会和顾燕慈离婚。还有其他什么事吗？江景然沉默片刻，语气失落。今天咱俩要带念晨去游乐园看烟花的，我看你们母子俩都没消息，就想问一问。抱歉，我给忘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吧。等苏清婉放下电话，顾念晨早就不见了。他没太在意，别墅里这么多佣人，难道还会看不住一个3岁的孩子？可顾念晨就是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失踪了，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离开别墅的，就连别墅外的监控都只拍到了他独自离开的身影。苏清婉带人几乎把整个京市翻了个底朝天，可就是没有顾念晨的踪迹。他一遍遍拨打着我的号码，可听筒里传出的却始终只有一句：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不得已，他让助理查到了我兄弟的电话。喂，我是苏清湾，顾燕慈有没有跟你联系过？如果你有他的消息，我希望你立即转告他，因为他要和我离婚，念晨失踪了。如果他还有一个作为父亲的觉悟，我希望他能立刻回来。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兄弟就不耐烦地大声打断：停！孩子丢了你报警啊？找顾燕慈有什么用？他和孩子有心灵感应吗？一回来就能锁定目标，直接传送到那小白眼狼身边吗？你还说什么因为你们离婚小孩才失踪？他要离婚还不是你们逼的，离婚就对了。你和那小白眼狼没一个好东西。电话啪的一声挂断，可紧接着又响了起来，是江景然。苏清婉接起，却只来得及听清：清婉，救命！有人要绑架念晨！放开！念晨别怕，小心！电话戛然而止，苏清婉立即命人追踪江景然的手机信号。当他们赶到时，江景然和顾念晨已经昏倒在了国道外围的土坡下。江景然浑身多处擦伤，整个人狼不堪，顾念晨却被他死死护在怀里，除了脸上蹭了些灰，其余一点伤都没受。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，无不动容。苏清婉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，先把2人送上了救护车。看着闪烁的红蓝光越来越远，他终于对身旁的助理吐出一句：去查一查，江景然最近都做过什么，和什么人有过接触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助理先是一愣，随即很快反应过来，他陪着苏总找遍全城，都没找到念晨少爷的踪迹，怎么江景然先生就能找到？别墅里那么多佣人，念晨少爷一个3岁小孩，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离开？如果真的是绑架，绑匪为什么没要赎金，还把人扔在国道上？苏清婉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如此明显的破绽，他怎么可能不起疑心？很快，苏清婉就拿到了江景然策划绑架案的证据。看着手里的资料，他沉默许久。从警局撤案，这件事不要声张，把证据销毁。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，对外就说是江景然救了念晨。助理满脸不可置信，苏总这是要包庇绑架他亲儿子的幕后主使。可不等想通，苏清婉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了医院走廊尽头。苏清婉推开病房门，就看到江景然靠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他眉头不自觉皱起，目光中多了些审视的味道。江景然虚弱地咳了2声：念晨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吧？他还这么小，这件事一定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都怪顾燕慈，说走就走，连孩子都不管了，天底下哪有他这么不负责任的？
我得去看看念晨。他说着做事就要下床，可却在路过苏清婉身边时被一把拉住。苏清婉语气阴雅克制：“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？不需要其他人评价。”江景然仰头看着苏清婉冷硬的侧脸，不由得愣了一瞬。那张常对他温柔以待的脸上，此刻没有一丝笑容，冰冷的让人心惊。他不禁攥了攥拳。今晚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怎么会是其他人呢？说着，他放软语气：“是我太过着急，一时食言了。可这次绑架真的太恶劣了，我一个大人都心有余悸。念晨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真的没办法不心疼他。”苏清婉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收紧，看向江景然的目光中满是冰冷。既然觉得恶劣害怕，为什么还要找人绑架念晨，做这一场自导自演的戏？江景然苍白的面容瞬间僵硬，他无辜的了满眼。清婉，你在说什么？苏清婉没有解释，只是看向他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复杂和失望。证据我已经帮你销毁了，以后你也不要出现在念晨面前。我会送你出国，也会安排好你以后的生活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江景然扑上来一把抱住了腰。清婉，你不要赶我走。如果我有哪里做的不好，我可以改变。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苏清婉不为所动，直接握住了他的手腕，要将他拉开。江景然顿时急了：“清婉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我承认我这次的确有些心急，现在我只是想和我爱的人结婚。我有什么错？我不在乎念晨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他好的。苏清婉却甩开了他，冰冷的眼中满是疑惑不解：“你爱的人难道不应该是我过世的姐姐吗？”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！这多年是你一直陪伴我、关心我、爱护我。我的生日，你比我记得更清楚，更是随叫随到。你对我比对你的丈夫还好，难道你不爱我吗？铮的一声，脑子里某根不知名的弦骤然崩断。苏清婉松开江景然的手，后退了一步。我照顾你，只是为了完成我姐姐的遗愿。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，更不会和你结婚。出国的专机今天就会准备好，你尽快离开吧。说完，苏清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。而远在芬兰的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我申请到了芬兰的居留证，申报当地的大学，打算完成我未尽的梦想，努力成为一名外交翻译官。开学前，我用这些年自己攒下的积蓄买了一个小房子。听说这里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极光，我很期待独居的生活，让我能够更好地把控自己的时间。我自学了芬兰语，同时选修了德语、日语和西班牙语。大学2年级，我申请到了留学生专项培养项目。在忙碌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中，我很少会想起过去的事。与苏清婉的婚姻仿佛变成了一段遥远的过去。在这里，我只是我，一个完全又独立的人。在芬兰的第5年，我成功进入驻芬兰大使馆，成为了一名外交翻译官。可我却不知道，6年过去，苏清婉从未停止寻找我的下落。苏氏总裁办公室，助理满脸喜色。苏总，有顾先生的消息了，他在芬兰大使馆。苏清婉霍地起身，脸上难得流露出一丝喜悦。助理不禁愕然睁大双眼，他已经6年没看到苏总笑过。自从顾先生跟他离婚后，哪怕是他谈成千亿大单，都没有露出过这样的笑容。苏清婉起身便要往外走，可刚到门口又转了回来。我需要他现在的详细资料，立刻去办。胸腔里翻涌着阵阵喜悦，苏清婉控制不住地扬起嘴角，她目光看向办公桌上一家3口的合照，只见春恋地划过我温柔的面庞。我一定会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，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。我从未主动了解过苏清婉和顾念晨现在的生活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应该已经得偿所愿，有了自己满意的丈夫和父亲。我每天忙着参加各国会议、翻译资料，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。直到有一天，领导带着一份中文版新能源项目策划书来到我面前。言辞啊，咱们部门就属你工作能力最强。这份策划书，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高度重视，希望你能尽快完成翻译工作。我看着1纸高的项目书，笑容坦诚大方。放心吧，领导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可当我把这本项目书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这竟然是苏氏集团的策划。苏清婉熟悉的身影再度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甩甩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安慰自己。苏氏集团的项目遍布全球，他会想要在芬兰开展新项目也很正常，应该只是巧合吧。熬了几个通宵大夜，我带着翻译好的项目策划书，敲响了领导办公室的门。领导简单翻看了几页，连连点头。真不愧是老领导来视察都夸过的人才，工作能力真是不一般。和领导共事2年，我了解他的脾性，一旦开始夸人，准是没有好活。但好话谁不爱听呢？司里的同事多半都是被他夸着夸着就上了贼船了。领导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工作任务您直接安排，再夸我几句，我的尾巴都要敲到天上去了。国内的苏氏集团要来芬兰实地考察，芬兰方面也很重视。这次的外交翻译工作，我已经帮你报名了。咱们每天不能只有工作，生活也要兼顾。我记得你还是单身吧？听说苏氏集团的代表年轻有为，趁这个机会
你们多接触接触。我心里打了个多情。苏氏不会是苏清婉吧？应该不会这样巧吧？苏氏集团代表抵达芬兰时，领导带着我一起去机场迎接。燕慈啊，芬兰方面给苏氏集团代表准备了晚宴，场合不会太严肃，你翻译的时候也放松点儿。哦，不用太紧张。一会儿我介绍苏氏集团的代表给你认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领导朝我身后招手。苏总这里。领导拉着我的手走到苏清婉面前时，我整个人还正愣着没有回过神。6年过去，岁月好像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，他还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。直到领导将我往前推了一把，满脸笑容介绍：苏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驻芬兰大使馆外交部翻译司的顾延慈同志。你们这一次的行程就由他来做陪同翻译。别看我们言辞年轻帅气，他可是精通5国语言。面前的苏清婉目光定定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探究，还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情绪。我笑着伸出手，态度礼貌疏离。苏总幸会。他挺着我看了几秒，眼中情绪莫名，许久才手与我交握。遇到苏清婉本就在意料之外，我只想尽快应付完抽手离开，却被他紧紧握住不放，试探了2次，我不禁皱眉，语气也沉了下来。苏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旁的领导看看他又看看我，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连忙打圆场。顾翻译官的帅气和独特气质总是让人动容，看来苏总也不例外啊。苏清婉眸光幽暗，松开手，难得扯了扯嘴角应和。的确，他没再继续说什么，反而如我所愿的松开手。晚宴很快开始，我没把他放在心上，就算是短暂的交集又怎样？他总归不会是专程为我而来的。想着我定了定心神，坐在苏清婉身边，从容地翻译着每一句话。女人长腿交叠，姿势优雅金贵，听话的时候微侧着耳。我不禁顿了一瞬，在我与苏清婉相互消耗的5年婚姻里，他好像从未如此认真地听过我说话。我心里浮起一丝涩痛，不是为他，而是为自己，为我作为苏家女婿的躯壳。被囚禁灵魂不得自由的那些年，好在现在终于走出来了。苏清婉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我想知道芬兰的税收和劳工法律方面。她声音低沉缓慢，每说完一句话，都会静静看着我，那目光沉静而专注。我下意识避开她的视线，公事公办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这次晚宴双方洽谈得很顺利，分别使我在芬兰的风雪中拢紧围巾，戴着羊皮手套与苏清婉短暂交握。谢总，合作愉快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就在我打开车门的一瞬间，燕慈身后的女人忽然喊了我的名字。我站定脚步，却没回头，安静等着她的下文。直风吹的指尖都有些僵硬，她的声音终于再次传来：“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她沙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莫名的委屈。我心间一颤，只觉得是芬兰的极夜太冷。苏总，晚宴上该翻译的内容我已经完成了，至于其他的，我没什么好说。可苏清婉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离开，一贯清冷自持的语气里多了几分焦急。顾言辞，你当初一声不响的离婚，就算不考虑我，念晨的感受你也不顾了吗？6年了，念晨已经9岁了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想他吗？我转过身，面不改色地笑了笑。一个漠视父亲付出的孩子，有什么可思念的？唉，再说了，他现在应该很高兴自己有了新爸爸吧。风雪落在苏清婉肩头，女人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一丝不解，随后她妥协地叹了口气，踩着积雪靠近我，难得软了声色。念晨他没有漠视你的付出，他只是年纪太小，还不知道如何爱人。他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新爸爸，他的爸爸只会是你。我视线落在苏清婉脸上，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会不会爱人，与年纪大小无关。苏清婉和顾念晨能记住江景然的生日，能花心思亲手为他雕刻平安牌，这对母子怎么不会爱人？他们只是不会爱他。我好整以暇地靠在车上打量着他，忍不住想，如果我现在还是他的丈夫，他会像今天一样站在我面前，和我心平气和地说这么多话吗？我摇摇头，自嘲地笑了。苏清婉疑惑地皱眉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毫不介意他的目光。听到好笑的事你不笑吗？苏清婉，不管我们有没有离婚，好像都不是可以叙旧关系。你对我的了解少之又少，而我并没有兴趣回忆与你有关的过去。说完，我没理会他欲言又止的神色，直接上车，一脚油门轰了出去。回到家，我洗漱过后跌进床褥，一股深深的疲极涌上心头，我很快睡了过去。深夜，邻居家的猎犬发出一阵狂吠，我被吵醒。我深吸了几口气，让自己清醒过来，穿上衣服到窗边查看情况。只见苏清婉还是那一身黑色长裙，此刻就站在我的门外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地址的。芬兰的极夜，平均气温零下20-30度，就她这身打扮，如果真的在外面站一宿，我估计明早会看到一具人形冰雕。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我还是开门把这位前妻请了进来。毕竟我可不想他死在我家门前。温暖的壁炉前，我出于礼貌给苏清婉递上一杯咖啡，她冻得整个人控制不住发抖，双手捧着温暖的杯子，许久才吐出一口气，朝我笑了笑。谢谢。我眸光微颤，她很少对我笑，大多数时候都冷冷淡淡，没有表情。苏清婉，
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苏清婉垂下眼，睫毛上凝着的霜花缓缓融化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，说话时带了些微弱的颤音。我想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会离婚？我皱眉凝着他的脸，他也坦然地和我对望，眼里是真心实意的迷茫和不解，我心里却五味杂陈。原来那5年经历的所有，真的完完全全被漠视了。我呼出一口气，忽然有些后悔让他进来，我就应该熄灯睡觉，让他冻死在外面。女人犹豫许久，才吐出2个陌生的字眼：燕慈。真可笑，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叫我名字，竟然是在离婚6年后。我看向苏清婉的目光难免带了些讽刺的意味。苏清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你不知道离婚的原因，恰恰就是我们离婚的原因。苏清婉身形僵了一瞬，眼中流露出罕见的迷茫。她总是这样，优渥的出身，成功的事业，精明的头脑，让她在处理一切事物时都游刃有余，同样也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，就好像无论事物如何发展，最终都不会脱离她画下的轨道。或许我是为数不多的意外，不知怎的，我的眼眶莫名发热，但我很快调整了姿势，压下了心头那股酸涩。苏清婉，离婚之前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既然你和念晨都那么喜欢江景然，那我同意离婚，同时我也会放弃念晨的抚养权，净身出户，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划到念晨名下，算我这个不讨喜的爸爸留给他的抚养费。这些话我一五一十的跟你说过。说到这里，我看向苏清婉，你有印象吗？苏清婉捧着杯子的手下意识用力，眉头盛起，像是努力的在回想什么，可她眼中的茫然出卖了她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当然清楚这个结果，因为她从未认真听过我作为丈夫时说的任何一句话。那时的我对她来说是名义上的伴侣。苏清婉垂着头，语气里满是失落的歉疚。抱歉，我实在不记得你说过这些话，或许当时我在忙，可这就是你和我离婚的原因，我真的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。那你每晚回家时衣服上的香水味呢？这个理由够不够让我和你离婚？苏清婉神情一滞，她好像终于捕捉到了我话里的矛盾点，但又像是感觉不可思议似的摇头。江景然，你是因为他才跟我离婚的？苏清婉语气里的意更浓了，仿佛因为江景然离婚，比因为他从来不听我说话离婚更离谱。而我只是喝着咖啡，淡漠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你每天回家都带着江景然身上的味道。念晨张口闭口都是想让江叔叔当他的新爸爸，难道我还要继续死皮赖脸站着？我本来就不稀罕要的苏家女婿的身份。苏清婉的脸色罕见的白了一瞬。所以你是怀疑我出轨了？我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晃了晃。不是怀疑，当你带着江竟然出席各种场合，毫不避讳的让别人介绍他的时候，当你的朋友嘲讽我，并吊笑着你和江景然更般配的时候，当你为了早点去陪江景然，看也不看就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你出轨与否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就和你离婚，只是我不想让自己困死在身为苏家女婿的牢笼里。苏清婉做那个空有名头的佳人，和你离婚只是我不想让自己困死在身为苏家女婿的牢笼里。苏清婉做那个空有名头的假人，我自己也并不情愿。苏清婉睫毛颤抖着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她或许不知道我会说这些，或许她也并不关心我的真实感受，她只是想给自己的失败寻找一个复盘的机会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些毫无必要，因为她喜欢江景然，会记得他的生日，精心准备礼物和惊喜，对他的喜好了如指掌。他爱江景然，所以我的这段失败并不会在他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复现。我抬手看了眼时间，凌晨4点半，倦意袭来，我开口送客。苏总，你想知道的应该都了解完了吧？还请早点离开，我要休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一声极其清晰郑重的。我一时有些发怔，连卡在喉咙里的话都没说完。苏清婉一瞬不瞬地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，我没注意的细节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，能让目空一切的苏清婉道歉，我应该也算独一份吧。忽然苏清婉骤然出声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但有一点我不赞同你的观点，我没有出轨，我并不喜欢江景然，我会照顾他，对他有求必应，是为了完成我姐姐的遗愿。之所以不在别人叫他姐夫时纠正，也是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姐姐还在，他的确也是名正言顺的姐夫。不重要了。他好像被我淡漠的态度刺痛，眼中闪过一丝受伤。不，这很重要。你离开的这6年，我和念晨都很想你。我希望消除你心里的芥蒂，让你重新回归家庭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苏清婉是在开玩笑。我盼了10年才盼来自由，她现在却让我回归家庭。震颤的笑声冲出胸膛，我实在忍不住大笑。苏清婉脸上却闪过一丝错愕，她好像真的不明白我在笑什么。我抬手擦掉眼角溢出的泪水，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勉强平复下来。苏清婉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和你离婚，如今又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怎么可能回归家庭？再说我回去干什么？是像老妈子一样为你忙前忙后，每天跑到你的公司给你送那什么可笑的海鲜粥？
你对你姐姐有愧疚，想完成她的遗愿，好好照顾江景然，没必要带上我吧？毕竟我不欠你姐的，不欠江景然的，更不欠你的。苏清婉还想再说什么，可我已经走到门边，一把拉开了门，冷风卷着积雪冲进来。出去，别让我再说第二次。苏清婉终于走了，可我满身疲惫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就这么硬熬到早上，勉强打起精神去外交部翻译司上班。可刚到办公室，就迎来一个陌号领导站在我面前，语重心长：言辞啊，虽然你工作时间不长，但工作态度积极，能力过硬。这次国内的苏氏集团要在芬兰开展新能源项目建设，对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大有裨益。芬兰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想趁这次机会，和苏总一起前往国内考察。正缺一名随行翻译官，我已经向上级部门提报，这次就由你代表咱们外交部回国。你出来也有6年了，趁这次机会，回去跟亲人团聚团聚。我面带笑容地听着，心里却早已万马奔腾。都怪苏清婉，她一来就这么多事，没办法，只能强撑着笑容站起身。请领导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和苏清婉以及考察团一起登上了回国的专机。也不知道座次是谁安排的，我和苏清婉之间只隔着一个扶手。我疲惫地捏着眉心，转过头去不看她。明明都是一宿没睡，苏清婉脸上却没什么皮色。没过多久，我身上多了一条柔软厚实的毛毯。苏清婉的动作小心翼翼，似乎是怕惊醒我。可我没睡着，却也不愿看她一眼。对我来说，她是我曾经真心喜欢爱慕过的人，同时也是困住我的枷锁。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早在签订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就彻底心断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刚一下飞机，我就看到了我那个只剩血缘关系的儿子顾念晨被苏母拉着手，站在等候区。今年9岁的他长高了不少，一双眼睛红彤彤的，一看见我他就大喊了一声爸爸。考察团的领导面面相觑，有人小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笑容得体，不动声色回答：这个小朋友可能找不到爸爸了。一旁的苏清婉顷刻沉了脸，原来他能听懂芬兰语啊！顾念晨还想过来，却被苏母拉住。这个体面端庄的老妇人没有让他继续哭闹，而是拉着他离开。苏母来这里可不会是好心，必让我们父子相见。兴许是他想用顾念晨逼我做什么事也说不准。只是我现在没有理由再老实听话了。陪着芬兰考察团参观苏氏的这几天还算顺利，毕竟在工作上苏清婉从不出错。可考察工作一结束，他就找上了我。你要不要跟我回家看看念晨？他很想你。想我？我摇摇头，不了吧。他原来就不喜欢我，现在我一走就是6年，他应该更讨厌我才对。他喜欢江景然当他爸爸，你要帮你姐完成遗愿。不如你早点嫁给江景然吧，这样两全其美，免得你未来的丈夫还要帮你一起照顾他。苏清婉疲惫地叹了口气。顾言辞，我们一定要这么说话吗？我淡淡地紧了他一眼。不爱听吗？我们本可以不说话的。说完，我收拾好东西，直接回到了暂住的酒店。至于苏家，根本没有回去的必要。得知兄弟也在国内，我心情大好，连忙约他出来。见面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眼睛里竟发出光亮。他拉着我的手转圈看了好几遍，最后抱着我感慨盖道：太好了，兄弟，这才是你原本该有的样子。6年没见，兄弟聚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话匣子一开，几个小时转瞬即逝。正说得起劲，我的手机铃声却猝不及防响起，是国内的陌生号码。我皱眉犹豫片刻，最后还是接通了。对面传出一道试探的女声：您好，请问是顾念晨爸爸吗？我是他的班主任老师。顾念晨在学校跟其他同学打架了，我在给他妈妈打电话，他让我联系你。被生生打断发言的兄弟气恼地拿过我的手机：不是你打错了。说着电话挂断。苏清婉她有病吧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抚养权你也不要了，现在你才回国几天啊？真是没事找事儿。话音未落，电话铃声再度响起，我再次接通。对面的老师语气焦急不耐：顾念晨爸爸，我在。还是请您尽快过来一趟吧。大人的事不要影响孩子身心发育。更何况顾念晨把同学的头打破了，对方家长急着让你来带孩子去医院呢。没办法，我和兄弟只能赶去学校。老师办公室里，几个小孩都灰头土脸的，但其他小孩都有家长陪着，只有顾念晨身后空无一人。受伤同学的家长抱着自己的小孩，指着顾念晨劈头盖脸指责：小小年纪你下手怎么这么黑呀？你爸爸没教过，你不能随便动手打人吗？这个家长话没说完，旁边的几个小孩就嬉皮笑脸的笑成一团，都喊着没有爸爸。顾念晨当时就气红了眼，像头小狼崽子一样冲上去就又要厮打。看得出来，苏家应该给他安排过系统的格斗课程，可对方毕竟有家长护着，他看到门口的我，眼眶拉得红了。我能看到他的眼泪在打转，可他却死死咬住下唇，直接的偏头爬了起来。我没理会顾念晨的别扭，走进去，视线扫过众人，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：我是顾念晨生物学上的父亲，和他母亲已经离婚了。
东且没有抚养权，系统的赔偿你们可以和他母亲苏清婉谈。话落，顾念晨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向，余光中我看到他迅速低头抹了把眼睛，动作快得像是怕被我发现。这孩子小时候不是常催着我和他妈离婚吗？现在又是哪来的眼泪？提到苏清婉，几个家长相互对视一眼，气焰消了不少。苏清婉的名字常年占据着财经板块的头版头条，真正不认识她的人恐怕没几个。这种小问题，哪怕不用他亲自出面也很好解决，可他偏偏要把事情抛给我，以为这样就能唤醒我对他的父爱吗？他是不是忘了，爱是需要相互的？顾念晨爸爸，就算您跟苏总离婚了，那顾念晨打人的事，你也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我点点头，视线轻飘飘地落在顾念晨身上。为什么打架？顾念晨梗着脖子不肯说话。不想说就等你妈来了再说，我还有事，没空陪你耗着。话音未落，顾念晨就像一头被触怒的小兽。他们说我没有爸爸，你满意了吗？为什么妈妈不和江叔叔结婚？他才不会像你这样对我，不闻不问，我讨厌你！我等着他吼完，挑挑眉。我和你妈没离婚的时候，你想让江景然当你爸，跟我吼吼还情有可原。现在我跟你妈都离婚了，你想让谁当你爸自己去找啊？几个家长面面相觑，唏嘘声传入耳中。这么小的孩子就挑拨父母离婚，难怪他爸不要他。那个江景然我好像见过，经常和苏总一起出席各大场合。我以为苏总丈夫呢，没想到是小三啊。顾念晨这个年纪正是叛逆期，哪里听得了这种话，做事就要往外跑，可他没跑几步就退了回来。苏清婉带着助理保镖快步走来，一张脸面无表情，压迫感十足。他一来，整个办公室都拥挤了不少，飘烈的视线扫过众人。怎么回事？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有说话。顾念晨似乎也很怕他，垂着头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。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。你来了就好，作为孩子的监护人，这种事就应该你来处理。我先走了。没管后面喊着我的两人，兄弟见我回来就一肚子气。那个小白眼狼你就多余管他，你都不知道当年你走了以后，他吵着闹着要将景然当他的新爸爸，被苏清婉打了一巴掌，就闹着要离家出走，差点被人绑架。听说还是江景然不顾危险把他救回来的呢。他俩也算是双向奔赴了。和兄弟直奔酒吧，学校的小插曲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。只是没想到，等我俩带着醉意从酒吧出来，就迎面撞上了苏清婉母子。他拉着顾念晨的手，不知道在外面等了多久。见到我的瞬间，他眸光颤了颤。念慈，我们谈谈。苏清婉这个人一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他纠缠，干脆先让兄弟叫代驾回去了。跟着苏清婉母子上了车，顾念晨坐在副驾驶，我和苏清婉坐在后排。车里的气氛格外凝重，我几乎能听到司机吞咽口水的声音。车子最后停在一个餐厅门前，侍者很客气地过来开门，却被苏清婉抢了先。我无视了他递到面前的手，直接下车。餐厅是我6年前生日订的那家。6年前我主动约苏清婉陪我过生日，女人却没有回复，甚至因为她给江景然包场，我连饭都没吃上。6年后她竟然会主动为我包场，可惜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了。我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，想谈什么就直接说吧。不过我提2点，转移抚养权不行，复婚也不行。苏清婉拧着眉欲言又止，顾念晨瞪着我，通红的眼睛几乎要流泪。可我现在已经不会因为他啼哭不止，就整夜不睡陪他哄他了。终于还是苏清婉率先开口：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当初又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？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合适的，你是最合格的苏家女婿。他眼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，可我却陷入了那段令我浑身发冷的。你不会以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年级第1的成绩会不爱读书吧？我从16岁开始就被你们家选中，作为苏家女婿培养。我不满这样的安排，叛逆早恋，紧接着就被送进了学院，直到和你的婚期到了才被放出来。那段记忆我至今不愿回想，所以我不稀罕当你的丈夫。从前不，现在也不。我之前不是没有想过夫妻恩爱，父慈子孝，可你们亲手打碎了我的希望，也让我真切地意识到，苏家就是一座牢笼，一座只要我不离开就会彻底把我困死的牢笼。现在我有了新生活，你们能做的就是最好不要打扰我。至于这家店，6年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恶心透了。说完没给他们母子俩发挥的机会，我拿起包就往外走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应噎一声：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些，但我还是想问，你既然想过夫妻恩爱的生活，是不是证明你喜欢过我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有没有重新开始的可能？哪怕只一点点。我没回头也没回答，只是没想到第2天中午，我那久违的父亲竟然会找上门来。他脸上带着讨好又歉意的笑。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
怎么一个电话都不往家里打？我看着鬓边新生的白发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曾经那个强大能随意拿捏我的男人，如今也在我面前低下了头，仿佛过去曾困扰我的一切都不是不可战胜的。顾先生有话不妨直说，不必这么拐弯抹角的。他似乎没料到我会用如此精密的语气跟他说话，脸上的笑容僵硬一瞬，几乎要绷不住。爸这次来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想着你这么多年没回家，能不能回家吃个饭？这段日子，苏总队，咱们家很是关照。我能看出来，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之前你离婚也没说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这次你回来，不如咱们两家人再聊一聊。毕竟你从16岁开始，不就要和苏总结婚吗？我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笑容愈发冷淡。你是想说我和苏清婉可以复婚？顾府连连点头，那双精明又浑浊的眼睛里再度透出算计。我不禁讽笑：苏家这次又许了你什么好处？资源、合作还是项目？如果顾家只能靠卖儿子维持生计，那还是趁早破产倒闭吧。我的话说得毫不留情，闻言顾府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住。出去几年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就是这么跟你爸说话的。要不是不知道哪个乱嚼舌根的跟苏清婉说，我把你送去过那个学院，他也不会突然撤了。对咱家的投资，仅仅1个晚上，就让我顾氏的市值折损了1半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你必须跟我去见他。他说着就要上来拉我的胳膊，我直接甩开了他，却答应和他回去一趟。顾家这块腐烂的赘肉，也是时候应该处理了。1个小时后的苏家老宅，我在会客厅再次见到了苏清婉，顾念晨坐在他身边，我没理他们，径直找了个位置坐下。苏清婉斟酌片刻开口：顾言辞，我今天你来做什么不用跟我说，对我来说，你不出现就是最好的。苏清婉眸光一瞬暗淡，许久才吐出一口气：我没有逼你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他的话还是没有机会说完，这次打断他的人是顾府。顾府笑着取出一瓶好酒摆在桌上，故作热情地招呼着苏清婉母子：来来来，尝尝我珍藏的好酒。顾言辞这孩子从小就任性啊，我已经说过他了，他这次回来呀，就是为了跟苏总您好好过日子的。我看咱们一会儿就选个黄道吉日，再办个婚礼。他悲屈兮地为苏清婉满酒，或许在他眼里，我一直都是一个附属品，一个可以用于利益交换的工具。总之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个独立的人。可回应他的不是苏清婉，而是骤然被推开的顾家大门。几个保镖推开大门涌了进来，紧接着走进的便是一个穿着行政夹克的老人。什么年代了还搞包办？婚姻那一套，竟然还从我外交部挖人！一时间，整个顾家的气氛骤然冷肃。顾府连忙上前示好：这位领导，不知道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。老人冷哼一声，挽着他的目光如锐利锋芒。1950年婚姻法就废除了包办婚姻，可你今天强行把我们外交部的同事带到这里来，这是对他的不尊重，更是对制度的挑衅。你这是要开历史的倒车！短短2句话便让顾府愣在原地，包括那个曾经一直把我当保姆看待的儿子，都怔怔地看着老人。什么外交部的同事？我们这是家宴，怎么会有外交部的人呢？您这是说笑了。老领导没理他，只冲着我露出一个慈祥的笑容。言辞过来。见老人看向的是我，顾府眼中的疑惑更甚。这位领导，您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我这儿子连大学都没读过，怎么可能是外交部的人呢？前几年闹离婚离家出走，您可别……话没说完，两旁的保镖已经上前控制住了他。我在众人惊的自光中起身，走到老人身边，语带歉意：老领导，真是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家事还要麻烦您跑一趟。顾府带我离开前，我给同为外交官的兄弟发了个消息，这位老人是国内外交部的老领导，我刚进入外交部工作的时候，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。老人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：你是外交部的优秀同志，年纪轻轻精通5国语言，工作能力又强。我让你的探亲假提前结束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，我早就等不及回归工作岗位了。老人点点头，一辆白牌红旗车直接驶进顾家大门，身后紧跟着几辆警车。我送老领导坐上红旗车的后座，刚关闭车门，就见警车上下来的人朝顾府亮出证件。据调查，你之前将顾燕慈送去的学校存在问题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。我什么都没干啊！这事和我没关系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顾府大声喊冤，但无人理会。一场家宴不欢而散。我正准备和老领导一起上车离开，身后却突然传来应叶一声：“爸爸！”我扶着车门的手不自觉收紧。老领导转头看向我，点了点头。外交官不比其他工作，常年驻守国外，和家里人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少，有些事儿还是要早点处理。说完这些话，老领导便先行离开了。
我转头看向苏清婉母子，顾念晨紧紧抓着他妈妈的手，看向我的眼睛里蓄满了泪光。他硬掖着强的仰着头，似乎强忍着不让眼泪掉落。你真的不愿意再当我爸爸了吗？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顾念晨咬着嘴唇，似乎难以启齿。这几年我和妈妈都很想你，我经常能看见他在书房对着你的照片发呆。以前说的那些话是我不懂事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看着他忽然有些难过，毕竟是我的孩子，说完全不心疼他那是不可能的。如今的我可以释怀，但我不能替当初的自己原谅，所以我沉静温和地看着他。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为数不多的那3年里，你有1年半对这个世界没有完整的认知。那时我日日抱着你，不停地叫你说话，但你应该记不得多少。后来你对这个世界有了粗浅的认识，比起我作为你的父亲，你更希望是其他人被你称为爸爸，哪怕你只是个懵懂的孩子。但我那瞬间的伤心不是假的。之后的6年，我缺席了你的成长，也从未关心过你的教育。按理来说，我没有资格指责或者教会你什么，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哪怕你只是个孩子，只是孩子这个借口，顾念晨并不值得被原谅。话音落下，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嘶喊。爸爸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脚步微顿，却终究没有停留。冷血也好，不负责任也罢，无论别人如何评价，我已经给了顾念晨最好的武器。他留在苏清婉身边，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得到的关心和爱也不会少。未来他会继承整个苏氏，他拥有的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。想到这里，我嘴角扬起一抹轻巧的笑。走出顾家的步伐更快了。返回芬兰那天，苏清婉来机场送我，她没有再问我能不能复婚之类的话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言辞，如果能重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，爱你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我总觉得你会一直在我身边，只是没想到，我所做的一切，竟然从未让你感觉到幸福。言辞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没接他的话，只是抬头看向登机提示牌。上一次也是你送我离开的吧？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告别。苏清婉，这次我们好好告个别吧。犹豫许久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我站在他面前，朝他张开手臂。别这么伤感嘛，我也算是个熟悉你的老朋友吧，拥抱一下吧。话音未落，我猝不及防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独属于苏清婉的味道将我包裹。他将我抱得很紧很紧，我叹了口气，抬手轻轻拍了拍苏清婉的后背，她的肩膀抖动得厉害，连带着我也有些喘不过气。开口时声音变了调子。我知道念晨以后麻烦你多伤心。如果有合适的人，就重新再组建一个家庭吧，记得对他好一点。苏清婉将我抱着，我摇着头，我的脖颈上溅落一滴冰凉的液体，我不禁感叹，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会戏弄人。我一直以为苏清婉对我毫无感情，所以走得决绝久拖。本以为我的离开对大家来说都是最优解，却没想到到头来都是错过。或许这段感情对于苏清婉来说也是遗憾吧。女人贴在我耳边，声音沙哑的要命。我很难过，从前从未这样认真的拥抱过你。一瞬间我眼中升起热意，却又释怀的笑了笑。不重要了，苏清婉，我们都要往前走，别回头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凝着我的双眼，格外认真。我不会有新的丈夫，念晨也永远只有一个爸爸。因为我知道过去的事让你很难过，你不愿意原谅我们，但我和念晨都会等你。如果有一天你想见见我们，就告诉我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一定会带着念晨，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。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。话音未落，机场的柱子后面冲出一道小小的身影，顾念晨红着眼睛命令：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等你的，我会等你重新愿意做我的爸爸。我蹲下身，像小时候无数次哄他那样，为他温柔地擦去脸上的泪水。抱歉啊，念晨，我没办法一直留在你身边，但我永远都是你的爸爸。谁也改变不了，但爸爸成为爸爸之前，也要先做好自己。请乘坐芬兰航空 AY526的航班的旅客，请前往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。前往赫尔辛基的旅客，请注意您的航班已开始登机。我起身，最后摸了摸顾念晨的头，抬眼看向苏清婉，带着孩子回去吧。说完，提起一旁的小行李箱，直接转身。飞机跃上云层，整座城市在灯光下连成网格状的光晕。或许血缘的羁绊还会让我们有无数次机会见面，但我的选择始终不会变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活。